10种比黄金更没用的伪硬通货，危机时一文不值。第一种，无数人还在囤。大灾难来临，你以为囤了黄金、美钞或者各种收藏品就能高枕无忧？大错特错！有些你深信不疑的硬通货，在真正的生存危机面前，可能一文不值，甚至成为致命的累赘。本期世界探索站为你独家揭秘10种比黄金更没用的伪硬通货，它们在和平时期价值连城，危机时刻却换不来一块面包。第10名，艺术品与古董。在和平年代，它们是品味和财富的象征，价值连城。但在人人为生存挣扎的时代，美和历史都解决不了饥饿。一幅名画换不来一袋米，一个古董花瓶可能还不如一个结实的水桶有用。它们流动性极差，难以估价，易碎难携带。除了在极小的富裕圈层内可能还有象征性价值外，对绝大多数人来说，它们就是占地方的无用之物。第9名，奢侈品。那些印着大 logo 的名牌包、精密复杂的机械手表、昂贵的设计师时装，在危机中会迅速失去其品牌溢价和社交价值。当人们关心的是保暖和耐用时，一件脆弱的时装远不如一件结实的户外夹克。一块需要精心保养的名表，其计时功能可能还不如一块便宜的电子表可靠。它们的主要价值在于炫耀，而这在生存环境中恰恰是最致命的行为。第8名，普通珠宝与钻石。这里说的是普通的，不是极品。虽然它们含有一定的贵金属或宝石，但其价值包含了大量的工艺成本和品牌溢价。在危机中，这些溢价会瞬间蒸发。而钻石虽然坚硬，但其价值高度依赖于市场的稳定和鉴定体系，在民间缺乏统一的价值共识，且不易分割。用一枚钻戒去换一瓶水的场景，很可能只存在于你的想象中。人们更愿意接受价值更直观、用途更广泛的东西。第7名，土地和房产。位置不佳或缺乏生产力的土地和房产，比如城市中心断水断电的高层公寓会变成垂直牢笼，远离水源；土壤贫瘠的偏远土地无法种植，开发成本极高。这些不动产不仅无法提供生存所需，还可能因为地理位置固定而成为负担，让你无法灵活转移。在危机中，房产的价值更多的取决于其安全性、自给自足的潜力，而不是地段和升值空间。第6名，高科技电子产品。最新的手机、平板、无人机、智能家居，它们在电力充足、网络畅通时是强大的工具，但在一场导致基础设施瘫痪的大危机中，它们中的大多数会迅速变成耗电的废铁。没有电，它们无法工作；没有网络，它们无法通讯。它们的复杂性也使其难以修理，反而是一些结构简单、功能单一、低耗能的老式设备，如短波收音机，可能更有用。第5名，不记名债券或公司债券。它们本质上是一种借条，其价值完全依赖于发行方的信用和偿付能力。当经济崩溃，政府或公司自身都可能破产倒闭时，这些借条就真的成了一张废纸。你无法指望一个已经不存在的机构来兑现它的承诺。任何依赖于第三方信用的纸面资产，在系统性危机中都极其脆弱。第4名，加密货币。它去中心化、总量恒定等特性使其被很多人视为数字黄金，但在需要应对物理世界生存危机的场景下，它的致命弱点就暴露了。它完全依赖于电力和网络这2大脆弱的基础设施。没有电，你无法运行钱包或进行交易；没有网络，整个系统就陷入瘫痪。在一个需要用实物换实物的环境里，一串储存在你脑子里或冷钱包里的代码无法直接用来点火或冲击，它的价值在这种场景下将很难体现。第3名，大量现金。在危机初期，现金可能因为银行挤兑而变得珍贵，但如果危机持续，引发了恶性通货膨胀，政府会疯狂印钞来应对财政困难，导致你手中的现金购买力每天都在蒸发。历史上，德国马克、津巴布韦币都曾上演过用1车钱买不到一个面包的荒诞剧。当货币失去信用，它就只是纸。少量现金用于初期交易是必要的，但大量囤积等于是抱着一个正在融化的冰块。第2名，黄金。但请注意，这里特指的是大块金砖、工艺复杂的金饰以及任何形式的纸黄金。我们承认黄金的终极保值属性，但这些特定形态的黄金在危机时的实用性却很低。大金砖价值太高，难以分割，你总不能切一小块金子去换几个鸡蛋吧？找零都是个大问题。金饰含有大量的工艺和品牌溢价，
很难按其实际含金量进行交易，且纯度不一。纸黄金 ETF 和所有纸面资产一样，依赖于金融系统的正常运转，系统崩溃时可能无法兑现。真正有用的是标准化的、小规格的、易于辨识的金币或金条，它们更接近于货币的形态。而上述这些形态的黄金，在实际交换中会遇到巨大困难。第一名，你引以为傲的废技。在真正的危机中，你的职位、你的头衔价值多少？真相是，他们可能一文不值。你引以为傲的法律知识、金融模型、编程能力，它们的价值完全依赖于我们现有的社会体系。一旦体系崩塌，一个律师会发现，法律条文远不如一袋米有说服力；一个程序员会发现，他能写出改变世界的代码，却修不好一根漏水的水管；一个 CEO 能谈判上亿的合同，却处理不了一个小小的伤口。而比技能更危险的是你的身份包袱。你放不下经理的身段去挖土，看不起工人的技能，这种可笑的体面在生存面前是会要你命的。那么，什么才是永恒保值的硬通货技能？是那些能直接解决物理问题的能力，修理、耕种、急救、建造。无论世界如何变迁，这些技能永远是生存的基石。所以，你该怎么办？第一，给你的技能去虚向实，在你的专业之外，去学一门能弄脏你双手的真本事。学基础木工，学急救包扎，哪怕只是学会如何在阳台种出番茄。第二，让你的心态随时归零。记住，你的头衔是社会给的，不是你生存的依仗。第三，建立一个真正的部落。你的朋友圈不该只有同行，更该有会修车的、会种地的、懂医护的朋友，这才是你最可靠的资产。好了，今天讨论的这10种伪硬通货，哪一个最颠覆你的认知？你是否也曾认为它们非常保值？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。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让你对价值有了新的思考，对你有警示作用，请不要吝啬你的点赞，并分享给你关心的人。感谢您的收看，下期也会给您带来更精彩的内容。